一会儿用白醋清洁一下淋浴房的玻璃，这样更干净一点。哎，好的。哎，小姑娘，你还知道这个呀？了解一点，我也不小了，要奔3了。看不出来，跟刚大学毕业一样。谢谢阿姨。慢点啊，成吧。阿姨，你来了。小叶，下午好啊。下午好。哦，这位是乔瑜，西西的朋友，我们在医院认识了。哦，对了，我忘了，你去过西西的办公室。我来帮你拿。好，谢谢。不客气。哎，以前啊，忙的时候啥事也没有，现在吧，一闲下来，浑身都不舒服，记性还不好。是吗？那你去医院做过检查了吗？检查了，什么事也没有。那可能是以前太忙的时候损耗了身体。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练练瑜伽？瑜伽好啊，我一直想练，就是没有下定决心。那正好，下次我约你，咱们一块儿体验一下。好好。哎，小叶啊，你有什么爱好的运动吗？我平时很少运动。哦，你好静。西西啊和乔瑜好动。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老约着一块儿夜跑，我们俩都属于能量很足的那种。我还记得你们天天都跑。我先去把菜洗了。哎，叶医生，你放着我来，你忙你的。好，那我去把院长干洗的衣服拿回来。行，麻烦你了啊。没事。阿姨，我们再准备几身瑜伽服。你身材这么好，穿瑜伽服一定很有气。是啊。哎，你想喝什么？阿姨帮你泡，咖啡还是茶？喝茶吧，我自己来。You are part of my life. You are my shining armor. Now I'm pretty sure we will come to the end. Trust me, the dream make it come true. So from now on I will be with you. So plan me into your future. Let me love you. So I need you. Hold my heart with you. Just with you. 现在可以生吃嘛，所以咱们可以吃。您的餐点。你一会儿有时间吗？没有。你应该可以换班了吧？你怎么知道的？很简单的规律而已。我只耽误你一点点时间。说吧，又有什么指教？我认真看了那些评论，确实有很多因为改稿骂你的，说你在为反派洗白。抱歉，不过我认为大部分都没有道理。你觉得评论区是讲道理的地方吗？所以你可以不用太在意。当然了，骂的又不是你。不过我看到还是有很多夸你认真，说你改得好的。我怎么没看到？有4条，你可以再翻一下。真是辛苦您大海捞针了。您这是在道歉还是在邀功啊？道歉。
作这么不理智过。也是。还有啊，你们俩天天上班待在一起，下了班以后还要一起逛街吃饭，一点都不嫌腻的。因为前阵子假扮她男朋友，大家开玩笑，觉得挺有意思的，相处时间是多了点。人家找你假扮1天的男朋友，结果你还给赖上了。哎，这你可冤枉我了，我是不希望她妈妈太过于失落了。明明是你心里想要做人家的男朋友。行吧，反正现在已经是主观意愿了。对了，下午乔玉一直都在吗？本来说好晚上一起吃饭的，他突然有事儿就走了。那叶世兰看到乔玉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没有吧？没太注意。但是还是谈恋爱来的更爽。把月亮都跟你表白了，你就赶紧说个下雨。你怎么还跳起神来了？吵着你了吧？没有。怎么回事？运动一下，洗个澡，好睡觉。你睡不好啊？有的。哎，这绳儿还是我们2年前心血来潮买的吧？是啊，咱们太缺乏锻炼了，得加强。有道理。你继续，我去洗澡。再等会儿，高中时候的学妹，谁呀？我觉得你啊，要直接跟叶世兰说出你的喜欢。如果她不喜欢我呢？你怕被拒绝丢了面子？我是担心她拒绝上司的表白，以后不好面对我，给她造成不好的困扰。看来你还真挺喜欢他的。这的确是叶世兰给我上了一课。你想啊，老板和员工，或者说上司和下属，不管平时关系有多好，前者表现有多随意，2个人在心态上始终是不对等的。就比如说，向老板敬酒，员工喝了，但并不代表员工是完全自愿的。有一部分人是有意识的妥协，但有一部分人是无意识的服从了强势的那一方。工作上需要有人发布任务、拍板决策、承担风险，的确也需要这种不对等的关系才能执行下去。是，工作上是正常，但只要制约关系存在，不对等就很难根除，而且还很有可能辐射到工作以外的地方。我明白你的顾虑，你是担心叶诗兰给出的答案并不能完全遵从她的内心。叶诗兰的确是一个心思很重的人。那你怎么办呀？要一直等着，希望她主动？当然不是。不管她怎么想，总会留下痕迹，迟早都会露出马脚的。来，祝你成功。同志懂得挺多呀，想法不错，有点东西。请进，宝贝。哦，怎么啦？心烦。走，敷个面膜，陪你聊聊。
你是觉得自己吃醋了？不知道。按理说，我应该祝福他呀。可是我怎么一看到他乔伊和他妈一起玩，我心里就发苦。我看你只是自以为想明白了，内心里还是喜欢陆兆熙的。不可能吧？怎么不可能？我不是和你说过吗？我对他的感觉时有时无。时有时无啊！你在他面前是不是有点自卑啊？自卑吗？那你会不会觉得自己配不上他？我确实配不上他啊！对了，就是这种下意识。什么意思啊？你明明是有感觉的，但是因为你觉得你们不般配，认定了他不会喜欢你，所以不敢把这种感觉放大，甚至还会不断的说服自己把这种感觉给隐藏起来。你想想，你们在一起假扮情侣的时候，是不是很放松、很自然，也很享受？其实这就是戴着面具在做真实的自己呢。真实的自己。上了一天班，下了班有男朋友等着一起吃饭逛街，生活还有那么一点美好。The sky whisper by my side. All of the world says 下午看见了彩虹，又遇到了好事儿，所以心情好。是因为季小姐的事儿？当然不是，那是什么？以后告诉你。神神秘秘的，我还不想听了呢。哎，你必须要知道。我不听，不听，不听！你现在给我站住！现在告诉你。sunshine recurring every time we might. Embrace you deep in my heart. Anyhow, I am so sure you are the one I should be with. Shadows of the time, let me know the endless love. Only once I wish to make a warm and bright moment with you. 切。院长，你的快递。好。这是什么？我看你感兴趣，就整理了给你。你确定我对这些感兴趣？不是吗？那你给我吧，我拿去扔了。算了，尊重一下你的劳动成果吧，让我来看看。我以后回儿科，原来的助理给你准备的也不一定合你的心意。你想要什么花，直接和他说就行。那你觉得你准备的合我心意吗？至少你没有提出异议。你买了什么花，我都不会提出异议。院长，你可真是个包容的好院长。叶诗兰，你真的应该增强一下自己的理解能力了。明天带你去练车。还真要练车啊？怎么，没时间啊？有，服从安排。另外再买一束向日葵吧。向日葵？好。花语是什么？
信念、忠诚、沉默的爱，应该是这样。我刚看了一下，好像所有花都跟爱情有关，怎么之前没听你提过呢？这些寓意本来就是人赋予的，想要哪一种，还是要看你怎么想。象征爱情的玫瑰也是在1784年才被命名的，爱情可比它早多了。有道理。那我就选择沉默的爱吧。陆院长有时间吗？怎么了？我要跟主入金医生开个会，能不能请你露个脸啊？好啊，现在吗？走。哦，对了，今天中午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饭？不用了，你们去吧。走。你们多光明正大呀，还沉默的爱。好，谢谢。乔辅导啊？啊？哦，我听曾医生说呀，乔辅导是院长的前女友，是不是真的？是啊，不过分手已经很久了。哦，跟前女友关系这么好，还真是少见。不是，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做同事就好。我的意思是，看他俩关系这么好，应该还有机会重新走到一起。
上车。院长，你这车挺贵的吧？还好吧？怎么，你是怕磕着碰着？嗯。放心吧，我这里每个零件都是单独计价的。其实我以后不做助理了，也可以不用学车的。那你迟早都得开车，反正我都给你当免费劳动力了，你是还嫌弃啊？怎么着？没有嫌弃，我是怕浪费你的时间。哦，那你觉得我周末做什么不算浪费时间？比如和乔玉约会啊？每天都在一起工作，不差这个周末。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谁会嫌时间多啊？你说的对，但我都答应你出来练车了，总不能见色忘友吧？依你看，我们今天算是工作时间还是私人时间呢？院长，如果我那天说的不对，你就当我没说。你说的很对。那你觉得算什么？听我的。听你的。私人时间吧。为了区分开，你得直接叫我的名字。不好吧？你看，还是你自己做不到吧？陆院长，我的名字是有毒还是怎么着？我记得你在桃源村的时候，明明叫得挺顺的。还有，聚餐那天晚上，你不还直接点名批评我不懂你吗？你不是还在怕我吧？没有。陆朝夕，陆朝夕，陆朝夕。这条路上没有什么人和车，就在这练吧。驾校学的还记得吗？记得。好，那我下车吧。你笑什么呀？没有，非常好。一波二彩，三挂档，四明，五松，六观察，七抬八踏，九回灯，对吧？对。但是你还落了一步。什么？你踩得到刹车吗？哦，我忘记调座椅了。这按钮在哪？在您左边。You are part of my life. You are my shining heart. 你再看看，合适不合适？合适了。好，可以了。放轻松，有我在呢。刹车可以全松开，可以加点油的。啊，我觉得我开的已经够快了。
比走路还快点呢。手部放松，这个方向盘其实不用大动的，小幅修正就行了。开得不错，还挺有天赋的。难得你还记得驾校里学的这些啊。其实我这2天有偷偷在复习。前面掉个头再开回来。好。欢迎光临，你朋友来了。欢迎光临。老规矩。你今天会待到什么时候？会到晚上。那晚点我有问题可以请教你吗？可以。今天我请。谢谢。喂，你好。考驾照的时候，我都是一次过的，看来也不只是因为幸运嘛。开得挺稳的，像个老司机一样。前面路口可以右转，那条路上车不算多。嗯，好。喂，怎么了？院长，刚警察打电话过来，说顺走项链的人抓到了。你专心开车啊？你在说什么？好的，我知道了。喝口水，消消气。不渴，我没生气。真的没生气啊？院长，你真的不用骗我，我是成年人了，我需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我知道，但当时你也是着急救人嘛，所以我才……可能是我自己做的选择。如果换作是别人，说不定还会感激我。但你事业是蓝，什么都想靠自己。那就是因为我的疏忽，才丢了项链，就是我的错，你明白吗？明白。院长，我真的没生气，就是心里有点难受。叫陆朝夕。啊？叫陆朝夕。陆朝夕，这人说话真是没正经。你就别自责了，你刚才不也听到了吗？警察叔叔说了，解决问题了，什么事都没耽误。对不起，我刚才是有点激动。本来就是呀，我明明是帮你解决问题的，结果还埋怨我。我哪有埋怨你？我是成年人，我应该为我自己的事情负责的。
怎么样？带你出来练车，是不是应该请我吃顿饭呀？一顿哪够，得10顿。叶总霸气，叫叶诗兰。幼稚。叶诗兰，晚上想吃什么？你想好吃什么了吗？我想吃你做的饭。我家。好啊。好，那走吧，去我家。回去路上你来开啊。你敢让我开啊？我刚观察过了，你可以的。还是你不敢啊？我才没有。我觉得开车挺有意思的。一般新手都有瘾。当时我们刚开始练倒车入库，大家练的都挺好的。后来有一天，教练就把灭火器拿走了，大家都懵了。我当时考科目二考了2次呢。真的啊？嗯。我还以为你做什么都很厉害。家里没有男士拖鞋，这是我闺蜜从酒店顺的，凑合穿吧。行。你随便坐，我给你倒个水。我家很小吧？不会啊，很有生活气息。打发时间吧。你还喜欢看这些啊？也一点小爱好。那有空的话，陪我去逛家居馆吧。好啊。那你先坐着，我先去做饭。我帮你打下手吧。不用了，冰箱里有的，简单做几个菜。哦，我妈给我寄了手工香肠，你想吃吗？好啊。我妈还说让我给你爸妈拿一点呢。为什么给我爸妈拿？哦，男朋友的父母。那我先去做饭。我们握手言和吧。你让我该搞的事情就算翻篇了，我原谅你了。冒昧的问一下，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总裁特助。哇，军师？你是这么理解这个工作的？不对吗？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看你给我的资料懂得好多啊，一看就是有高管经验的人。那些能对你有帮助就好。受益匪浅。我能不能加个你的微信啊？以后有不懂的可以问你吗？我知道这有点唐突，放心，我不会耽搁你太多时间的。还有，以后如果你来我们店里喝草莓奶昔，我包一半。我的顾问费很贵的，再多我就不划算了。你今天花了多少钱？我还是还给你吧。没事没事，不加也没关系的。不是要加我微信吗？是。请我喝奶昔就算了，我看你文章的订阅数确实不多。是啊，所以还要当咖啡小妹补贴家用。
我还是请你吃顿饭吧，不然以后都不好意思问你。也行。你这还叫随便做几道菜？这完全是开饭店的水平啊！少来，一会儿看你吃多少。吃不饱带走啊！想得美。尝尝吧。这个香肠闻着就好香，一看就是下酒菜。哎，对了，李所长送的药酒还没喝呢，要不要来一点？可以啊。不行，你一会儿还要开车，我可以叫代驾。我怕你走不动道。我上次是因为胃里没东西，我酒量还是可以的，真的。好，那我去拿。做饭辛苦啦，感恩。快吃吧。那我来尝尝。真的好香啊！这都是我妈的功劳。你尝尝这鸡肉。好。这鸡肉也不错，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可吃过300一块的。当时我本来就觉得你是个药酒贩子，结果你一坐下，就用纸巾这样擦筷子，我的火蹭一下就上来了。怪我。结果在见到你之后，没想到小丑竟然是我自己。我发现你从桃源村回来之后，这性格还是收敛了不少啊。吃一堑长一智嘛，也可以说是成长了。有时候成长未必是一件正确的事儿。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有可能是合适的。人的本性都是趋利避害的，有的时候人会选择更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这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吧。就像家境不好的小孩被夸懂事，是小孩天生就懂事吗？不是的，只是他认为自己这样做会让家庭相处得更和谐，会让自己的内心更容易自洽。你妈说你小时候也挺懂事的。是啊，我是很懂事，不过物质的匮乏对于我来说倒不算什么。我记得我一直挺开心的，直到我爸去世。挂号笑容占领头条，把所有坏新闻统统打包丢掉。乘坐飞船去外太空，收集了全部星座放到你的背包。整理好一觉，准备迎接你早晨第一个拥抱。空气备好，音乐塞满，淘气的桥段是甜蜜解药。Oh, you're so beautiful, you're so beautiful, yeah. 陷落你世界无处可逃。Beautiful, you're so beautiful, my baby. 期待下个猝不及防的心跳。嘶噜嘟，嘶嘟嘟，你情不自禁偷笑。嘶噜嘟，嘶嘟嘟，拉过狗要做到。喜欢今天的肥皂泡泡，也喜欢看雨后彩虹飘过云霄。奇怪的爱好不多不少，这个周末风和日丽是唯一暗号。有什么烦恼，就眨眨眼睛释放求助的讯号。我愿做颗小小星球，不依不偏只贴着你围绕。Oh, you're so beautiful, you're so beautiful.
beautiful, my baby， 只想成为你独